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晨，我们开始怀疑这一部分是不是三角震荡，然后白天它突破上来，然后目前好像是要形成这个三角震荡，那我们继续密切关注三角震荡上方这一下降趋势线，这一上沿能不能踩上去，回踩确认，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多但是假设反过来它要掉下来破了西点，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可能是追空的机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慌。很简单一定要把行情分析的透彻，这样的话无论它如何折腾，比特币你怎样变成无头苍蝇，我们绝对是什么应对自如。那好，行情也就说到这儿。今天晚上我们聊点什么？昨天我聊了我个人连续2次破产的经验那我今天就把破产以后从业余交易者变成职业交易者，然后这一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还有怎样做的交易，我做一个复盘相当于写一个交易日志，目的就是什么？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然后推演行情，应对未来的资本市场那好，开始之前呢，我今天白天包括昨天把波动理论以及斐波那契的常规应用都给分享到我的平台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看一下学习一下，然后我郑重承诺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那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我做的从宏观到微观重要的所有的这个相关比特币市场的通盘的分析然后这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只有这几个字儿，你能做的只有控制风险。为什么是这样？我先复盘我之前是怎样暴赚怎样暴亏的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扩大。我是从新冠回家啃老开始职业做的交易我们看日线，我是看了新闻，从这个时候开始密切关注比特币的状态，然后做短线交易。当时也没有什么钱了基本上是从100块钱人民币开始的。然后主要当时交易的，由于资金太小，从 EOS 开始。那个时候 EOS 也是比较火爆的这个币，当时已经是从高位跌下来了，然后我用20到30倍甚至是50倍的杠杆去做这个市场，合约为主当时。然后由于行情反弹一路向上，做的还是比较顺的除了个别的这种阶段会有一些整体账户的亏损，但整体账户的收益率是非常好的但是走到这个位置开始出现各种账户的亏空然后非常懊恼，当时真的是彷徨迷茫沮丧，甚至死了得了各种想法。由于之前已经连续2次破产，打入人生谷底了嘛，在这种情况下是
非常难受的啊。然后重整旗鼓，从这个地方开始，当时应该是狗狗币开始火起来，然后我的主要投资标的就是狗狗币，基本上用20到30倍的杠杆做超短线的交易啊。当时我记得每天交易次数最多的时候是应该380多次，然后从这儿到这儿，随着我交易能力的提高，分析盘面的能力越来越成熟，然后这一段交易我是非常顺利的啊，大概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整体账户就翻了，大概应该是600多倍，非常快啊。但这个时候往往人就是这样啊，千万不能自以为是自大，千万不能怎么样，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一定要记住哦，市场是无情的，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一句话一点屁用都没有啊，这个是毫无意义的。那这个时候我的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通过整整1年多的努力，我应该是已经具备职业交易员的素质了。但是风云突变，比特币瞬间从5万多的高点很快就砸了下来啊！现在看的是日线，我们能看到它砸到大概3万的附近，3万附近。但实际上当天应该是5月10几号，当天应该是直接瞬间砸到了2万5，大概2万5这个区间。当时我是在币安，然后币安交易所也基本上是宕机的状态啊，很搞笑啊！这么大的交易所，不一会儿只要暴跌瀑布的时候，它就宕机。你们说好玩不好玩？然后说我的账户啊，我的账户就是一下子亏空了70%，说白了，努力了1整年，然后终于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收益率，但是瞬间怎么样？由于你的得意忘形，由于你的自大狂妄，导致账户瞬间在不到1个小时内就瞬间掉到谷底，然后怎么样了？然后折损了大概70%啊，整体账户。当时我主要交易的币种是有2种，除了比特币以外，一个是狗狗币，还有一个是 XRP， 都是比较热的币啊。然后在这个区间，我又重新复盘了很长时间，重新把我之前交易的交易日志，包括我的问题点全部都揪出来，重新整理啊。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啊，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家里有了一些状况，老人生病了，所以说需要陪护去医院，然后手术啊等等。然后这段期间呢，我是用非常短的非常长的周期去做了这个交易，然后收益率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很忙，虽然得照顾病人，在医院做看护，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你的交易收益率啊。然后当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也就是突破前高走到69500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怎么样，这个波动形态有点像 WXY 的反弹调整，所以果断在这儿开空止损，开空。然后一路怎么样了？市场一路下跌到这个位置，然后我基本上就止盈了啊，空单不能拿太久。这个位置然后出现了什么？全世界都是什么笼罩在乌云之下，无论是新冠的再次
阴霾，还有战争，包括通胀、石油暴跌等等这些事件，包括还有俄乌战争，好多悲观的情绪铺天盖地啊。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开始做多，只要回调我就做多，只要回调我就做多。这根线应该是非常记忆犹新，应该是俄乌战争爆发，市场瞬间往下砸盘，然后瞬间怎么样拉上来，然后也是疯狂的折腾啊，然后一路做多，一直做多到48000多，我记得应该是48200-300的样子，然后开空做到这儿，我发现这个市场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量，说白了没有什么，好像没有太大的卖盘的压力，然后我又开始做多，结果怎么样了？市场稍稍反弹就开始下跌，然后这个位置我又开始有一些亏损。为什么？我总想怎么样？总想第一点抓这个低点，结果市场是怎么样？随着后来 Luna 事件给了一些反弹，美联储开始连续加息，给了一些反弹它就接着往下掉，给一些反弹它就接着往下掉，一直从这儿到这儿，我一直在接这个短线，结果一直都是止损离场啊。虽然是短止损，但是由于你连续短止损，导致怎么样？你的账户状态也不好。最大的问题是你的情绪、你的自信心会被受打击啊。然后我迅速调整，从这儿开始觉得它会继续跌势，然后开始转头做空。然后这期间发生什么？三箭资本倒台，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问题哦。Luna 应该是这儿，有点忘了。然后这一路做的还是比较顺的啊。然后砸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底部可能要确认，因为放了巨大的量，所以开始做多，然后发现它开始走震荡的行情。我又觉得不对了啊！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又开始做空，然后做到这个位置，然后怎么样了？市场开始回暖，一直回暖到应该是中秋节附近，所以这一区间很像 A、B、C、D、E 的楔形启动啊，楔形的推动浪，然后这一区间收益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位置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啊，以为这个一定是推动浪的开始，所以在这边应该是8月10几号，还是想接这个底部抄底俗称，但是还是止损离场，非常难受啊。然后一直到这儿，还有它给反弹这一区间，账户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又赚又亏，没完没了的。然后在这个区间，我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复盘，主要复什么盘？复我的情绪、心理的盘。然后这一期间，我主要看的资料是什么呢？六祖坛经、心经、金刚经，还有像马克道格拉斯的交易心理学，还有安德烈科斯托兰尼的这种市场情绪相关的书看了很多啊，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交易去不断的复盘，然后慢节奏的做这个行情啊。等到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就是发生了 FTX 暴雷，然后市场瞬间打入谷底啊。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好像没有做太多的单，然后
从这个位置开始转头开始做多，刚开始没有太大的账户变化，看这个行情也能看出来。然后从这儿开始就做顺了啊，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向上，但期间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然后这也就是去年的行情整体复盘的话，去年整整12个月，我应该是10个月是盈利的，合约仓啊，现货仓肯定是赚钱的，至少都是翻倍的，无论是哪个投资标的。然后合约仓有2个月是亏损的啊，在哪个时候亏损了？这儿为什么亏损呢？我记得这儿应该是我去外地出差，然后做多的单，止损线应该是放的比较远，不是短止损啊。然后当天应该是从28000多一路瞬间跌到25000，大概跌了10%几，所以说那单应该是比较大的止损啊。然后就是震荡结束以后，这是一次失误，8月份整个就是亏损合约仓。然后还有一次亏损是在这个位置，我以为它会楔形顶部，然后给个回调，然后仓位比较大，合约仓的空单有点挂的有点大，然后止损离场，这一部分也是亏损的，所以当月12月份应该是整体应该是合约仓亏损终结。然后在这个期间做的还是比较顺的啊，因为特别明显像扩散型的顶部，然后目前网上基本上都能反映我是怎么做单的，因为有这个行情解读。所以说我们整体回顾一下，这一部分做了600倍的收益，600多倍，短时间内，这个是我的实力吗？实际上不是啊。这个地方包括这个位置，你赚钱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行情好，傻子进场都能赚钱的行情啊！只要回调的时候做多买现货就能赚钱。但是这个位置绝对反映你的实力啊，因为你风险控制做得不好，瞬间怎么样了？整体账户70%的折损，前边你做再大的努力都瞬间就灰飞烟灭了啊！还有像这个位置，罔顾自己的技术分析未来的可能性，然后持续做多，导致也是连续止损，非常打击你的自信心跟情绪啊。还有就是这种隔夜仓有剧烈瀑布的这种，睡觉之前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设好止损，尽量短止损，然后结束以后，第二天起来以后，然后再去调整你的账户，调整你的合约仓。还有就是这种趋势形成的时候，轻易不要做空，它不一定走到哪里，所以千万行情 K 线永远是正确的啊！你无论做多么完善的全面的 K 线分析，那只能是什么？只能是可能性，只能是你的一厢情愿啊！永远正确的只有市场。还有最重要的心态。然后最近我基本上就有事没事看的最多的就是《金刚经》六祖坛经。为什么？这个对我的这个交易心态还有情绪的控制都是非常有效有助的啊。目前我
K 线分析的能力啊，我看整个油管国际上顶尖的交易大师，无论是欧美系的还是日韩系的，我一点都不次于这些人啊，甚至我做的会更全面。另外，我反复强调，我是中国人、华人啊，骨子里、基因里头就有什么辩证论，有非常好的华夏文明的基因啊。所以说，对比这些老外，我们一点都不逊色。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虚心的把资本市场的底层逻辑学好，然后根据我们的优势磨练好，控制我们的情绪心态，应对无限可能的资本市场，包括比特币市场啊。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希望给大家一个借鉴启发，祝大家交易顺利，再见。